成個日本嘅風水格局咧，叫倒騎龍格，形成咗成個風水個基礎嘅格局嘅。俄羅斯嗰陣時打佢都可以贏，火山、地震，呢個倒騎龍門格係救咗佢哋一命，激發一些很有想象力的東西，真係好正。去到日本那邊去做一些投資。非常之感謝大家嘅支持啊！我嘅課程咧，中華智慧大講堂咧已經開放啦。進入咗九紫離火運咧，如果你想快一步咧，學習玄學啊，同埋一啲叫做道法術器嘅知識啊，了解自己，幫助自己身邊牽掛嘅人咧，咁就可以加翻我哋嘅 WhatsApp 報名上堂，福生無量。Hello， 大家好，我係風水。Hello， 大家好，我是子耀。師兄啊，上一期我們講上海風水的那個節目的評論率非常高哦，創造了我們之前所有視頻的一個記錄。我們都統計了一下，他們有人想聽新加坡啦，還有馬來西亞啦，還有日本啦。那師兄，我們這一次講講日本的風水好不好？風水嚟講咧，有正嘅風水，亦都有偏嘅風水。咁咧所有嘅真正嘅風水咧，我哋都係以龍為主嘅。核心5個字啦，龍、月、沙、水、向啦。日本嚟講嘅話咧，其實佢去做呢個佈局好難㗎，因為佢冇好壯麗嘅一啲河山啦，同埋一啲叫做好靚嘅護衛喺度啦。國內啦，大啲嘅佈局後邊有靠山，靠山嚟講嘅話，代表咗貴人啦，代表咗輔助嘅能量啦，左右要有護衛啦。呢啲叫做白虎沙青龍山啦，一個叫做助力啦，一個叫做人丁啦，前面呢個明堂水啦、朱雀水啦，咁先係形成咗成個風水個基礎嘅格局嘅。日本嘅呢個國家嘅格局嚟講嘅話咧，如果你見到佢咧，一條蟲嚟噶嘛，係個腰形啊，我唔好意思啊，唔可以講一條蟲，係一個海馬咁樣樣啊嘛。佢個國家嘅背面，你見到係一潭水嚟嘅。佢呢個國家嘅依靠係好弱嘅，面對嘅明堂咧就係兩個地方啦，一個就係中國啦，一個就係俄羅斯。歐亞大陸嚟噶嘛？你諗下啦，佢成個風水格局咧就有啲似咩咧？澳門嘅呢個永利啊，腰形嘅呢種風水咧，佢最強嘅氣口係要吸人哋嘅氣過嚟。師兄啊，剛才其實你有講過，日本它像一個這個海馬啊，然後的話，它是一個面朝着中國大陸和俄羅斯大陸這樣的一個格局嘛。那這樣子的一個格局的一個風水的環境，會不會真的會影響到一個國家的國運啊，或者說他們這個人的性格和行為方式？你問得好好啦，因為咧成個日本嘅呢個風水格局咧，我哋用4個字嚟形容，叫倒騎龍格。什麼是倒騎龍格？嗱，首先你要了解咩叫倒騎龍格咧，要了解咗咩叫騎龍格先。騎着龍的格局。冇錯啦。最簡單嘅一個建築物應該好多人都知啦，就係香港嘅匯豐大廈，佢就係一個騎龍格，背面有我哋嘅山做背景啦，所以佢第一個就係一個好強嘅力量喺後邊啦。然之後咧，佢面對住正對住嘅地方咧，就叫做尖沙咀。尖沙咀係成條南龍穿過嚟嘅地方嘅，咁個氣係非常之強嘅。左邊右邊有好多嘅建築嚟包圍住佢。青龍白虎係青龍白虎都有啦。咁點解佢會騎住個龍咧？匯豐銀行嘅1樓咧，佢係全部係通風嘅，令到個風穿過去，跟住去到2、3樓咧，先開始慢慢係辦理其他業務嘅。咁咧佢就乘住呢個風向，騎住呢個龍，所以咧令到匯豐銀行其實咁多年喺香港都屹立不倒嘅。哇，這都很有意思喎。那日本是倒騎龍格，它是怎麼倒着騎一條的？嗱，有正住騎就係有倒住嚟騎噶啦。如果佢反過嚟咧，背靠住中國同埋俄羅斯咧，咁其實咧佢可能唔會聽美國話嘅，佢係聽中國同埋俄羅斯話嘅。但係佢啱好反咗過嚟，本嚟要面對一望無際嘅海嘅冇咗，叫做面山背海。左右雖然有護衛，但係你有冇睇到東京島嗰度咧叫本州島？
隔離嘅九州島，右手邊嘅呢個北海道好分散嘅，佢左右嘅護衛其實唔係好有力嘅，所以咧佢呢個格咧就叫做倒騎龍格，而且仲要唔係最靚嘅倒騎龍格嚟嘅。師兄啊，你剛才說了正騎龍背格和倒騎龍背格嘛？那如果日本它是一個倒騎龍背格的話，人應該是會有很強烈的不安穩感，係，對吧？嗱，你正向咁樣騎住個牛，咁你睇到前面嘅視野噶嘛，你自己會順勢而為噶嘛。但係你倒住去騎住個牛喎，對前路係好迷茫嘅，要做嘅嘢咧就要更加嘅專注、小心。所以咧佢會有一啲叫做民族性，即係令到呢個格局咧發揮咗出嚟嘅。所以的話，這種倒騎龍背格的這種格局會影響到人比較極端一點啦，危機感一點啦，沒有安全感一點啦。那它這種文化就會變得比較有特色。係嘅，咁我哋其實講翻啦，呢個倒騎龍背格咧係唔係一早就形成咗咧？佢係有呢個潛在嘅特質。事實上咧，去到1869年呢個明治維新成功咗之後咧，其實呢個格局先係完全形成咗㗎。因為之前咧個幕府去統治呢個日本嘅時候咧，其實就係分咗九州島啊、本州島啊，呢兩個地方咧都係分翻制嘅。去到明治維新之後啦，就將呢個北海道都連入嚟成個國家，咁個成個圓月灣都就形成咗啦。呢個倒騎龍背格就令到佢個不安感就非常之大，所以就演化咗出嚟咗接落嚟嘅一啲叫做朝鮮戰爭啊，一啲叫做甲午戰爭啊，同埋1904年。哇，好犀利㗎！同俄羅斯嗰陣時沙皇打佢都可以嘅，一定程度嚟講咧，佢個風水有助力。第二嚟講咧，佢嗰陣時嘅地運亦都好強，所以咧助就咗佢將呢個不安穩性咧擴大到係全世界。咁啊，接落嚟嘅1戰啊、2戰啊，大家都知啦。呢一個咁偏嘅倒騎龍格。你諗下喎，就係一個不安穩嘅一個格局嚟嘅喎，輝煌咗30年嘅即係經濟啦，去到80、90年代之後有一個泡沫啦。點解會咁咧？點解佢哋咁聰明嘅一班日本人可以控制唔到呢啲嘢咧？就係因為佢倒騎住個龍背，佢注定咗佢哋呢個國家就一嚟係不安，二嚟人嘅心咧亦都係不斷咁浮浮沉沉嘅。明白，整個的格局又火山啊，又地震啊，又不安全感很強嘛。係，所以我必須只能是硬着頭皮向前了。但是其實有一些人，他可能也會真的是做到一些極致。有嘅，我其實都中意日本文學同埋日本電影㗎。嗱，日本文學如果2戰之後啦，芥川龍之介啦、三島由紀夫啦，佢哋偏嘅，佢首先係軍國主義嚟㗎，三島由紀夫。但係你唔可以否認佢嘅作品，真係好正，同埋佢有佢嗰種血性同埋思考喺度。除咗作家之外啦，嗱，音樂家。係啦，坂本龍一啦，喺成個亞洲嚟講，音樂如果話西方人重嘅係節奏，東方人重嘅係旋律，但係真正好嘅旋律係會喺日本。你睇下80年代、70年代嗰啲香港嘅，都說翻唱日語嘅歌，只要揾一首日本嘅歌，我哋改個詞就 OK 啦。點解會咁樣咧？因為佢哋喺呢啲咁嘅環境裏邊，佢哋需要有啲叫做藝術嘅養分去陶冶佢嘅性情。而呢種藝術嘅養分喺邊度？喺旋律之中。冇錯。如果佢冇呢個咁樣嘅傾向嘅話咧，一個倒騎龍格，再加埋火山地震，人係非常之難喺呢啲咁嘅環境裏邊生存。咁我哋點解會見到日本咁多嘅偏咧？因為我哋講咧，嗱，中國大陸裏邊所存在嘅文化，大部分都係以正道為主嘅。喺一個地大物博啦、天朝大國嘅情況之下啦，佢行呢種大道係冇問題嘅。去到一個資源咁貧瘠嘅地方，佢仲係咪可以將我哋呢套風水同埋我哋呢套學説能夠完全複製過去啊？如果可以嘅話，道家就唔會去到日本冇咗啦。所以我哋嘅風水成個學説去到日本嘅時候咧，亦都係閹割啦，閹割得好緊要啦。佢哋會用翻佢哋更加偏一啲嘅方法，令到佢可以生存。AV 啦，喺日本啦，係即係或者係全世界啦，只有佢呢度係有呢個咁嘅文化嘅。倒騎龍背格也有好處，就是它可以激發一些很有想像力的東西。因為剛才說的藝術、音樂、
包括電影，其實都是想象嘛。係啊，黑澤明啦，係啊。對啊，它都是能夠激發人的一些創造性的東西。我哋成日講啦，中國式嘅呢種中庸之道咧，係出唔到梵高嘅。但係你喺日本咧，你見到佢最早期可以流傳到去即係全世界嘅呢個文化咩啊？浮世繪。每一次大嘅問題之下，呢個國家佢都能夠流傳落嚟，反而就係我覺得呢個杜麒龍會家係救咗佢哋一命。沒錯，那師兄啊，問一個我覺得大家可能都比較關心的一些問題了，就是我有一些朋友，他去日本現在開始在那邊買房子，匯率下降嘛，而且他們的房地產已經經過了幾十年、20-30年的穩定了嘛，那是否我們真的可以在這個時機去到日本那邊去做一些投資？嗱，日本咧而家行緊嘅係一運嚟嘅，一運嚟講嘅話咧係一個叫做桃花啊、娛樂啊各方面嘅一個運嚟嘅。如果你喺嗰度咧，作為一個旅遊業嘅一種投資嘅話，我覺得絕對冇問題嘅，因為一亦都代表水，水亦都代表咗流動性比較強嘅嘢。但係你如果作為一種固定資產嘅投資增值啊，我覺得就要謹慎少少啦。某音上面說啊，就是在日本買個廟可以投資移民的啦，可能我有一個想法，要不要去嘗試一下？咁你首先你要諗下你喺嗰度要做啲乜嘢咯。我們是去傳道嘛。係啦。對啊，我們剛才都說他們沒有學到正統，所以我們先去傳道。呢個可能係我哋去考慮嘅，但係可能如果真真正要落地生根喺呢個杜麒龍貝格嘅土地上面咧，有啲嘢可能都要行得偏少少先得。好，那其實我今天聽了師兄講的日本的道奇龍貝格，它影響的不僅僅是這個國家的運勢啦，包括還有人的性格啦，還有它的這個文化。那如果說大家想去更深入的去了解風水的這個內容和知識的話呢，我覺得可以趕緊添加我們的 WhatsApp，然後去跟我們的師兄的助理去溝通，去報名我們的課程。有可能啊，我覺得以後可以開日本遊學班，帶大家去日本實地的探訪我們的這樣的一個當地的文化。係咁咧，咁我哋講咗啦，日本嘅呢個杜麒龍貝格啦，導致咗佢嘅呢個性格同埋民眾性啦。事實上咧，喺成個東南亞咧，除咗中國，除咗日本咧，仲有一個地方嘅民族性好彪悍嘅，呢個就係朝鮮半島裏邊嘅韓國啦。咁我覺得咧，佢亦都係好有可説性同埋好有故事性嘅。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嗱，多啲喺我哋呢一集下邊做啲評論，都可以提醒我哋嘅。好，那我們本期時間也差不多了，我們下期節目再見。好，福生無量天尊。